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凡人修仙传2天价合同曝光，杨洋的22个月值不值腾讯优酷？凡人修仙传2天价合同曝光，杨洋的22个月值不值腾讯优酷的5亿豪赌？杨洋签下人界篇3部曲的时候，他所死的不是韩立，是半个内娱仙侠剧的未来。圈里都赚疯了，那份合同总价值我没法说，但条款里最要命的一条是，未来22个月，他的把自己焊在韩立身上。除了这部戏，主演工作基本不接。消息是2026年3月15号从投资圈流出来的。当天好几个筹备中的 S 加古偶项目选角表，默默划掉了杨洋的名字。这哪是拍戏，这是赌命，赌杨洋的职业生涯黄金期，赌腾讯优酷砸下去的5个亿特效经费，赌一个100亿级别的凡人宇宙能不能从 PPT 里爬出来。导演王育仁去年那句杨洋不点头，这句开不了机，当时听着是艺术家的执着，现在看是资本给自己套上的绞索，绳子一头拴在顶流的腕子上，另一头拴着所有人的钱袋子。恕我直言，这根本不是艺术选择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顶流绑架。绑的是谁？表面看是杨洋，实际上是把所有观众和投资方的期待一次性打包，压在一个人身上。他们算盘打得响，第1季成了，杨洋就是韩立本利，换人，粉丝第一个不答应，所以他们敢把原班人马4个字完成文字游戏乱星海篇主角团几乎全换血，所谓原班就剩杨洋一个，这不叫诚意，这叫风险转嫁，用情怀绑架观众，用观众绑架演员，最后用演员绑架整个项目进度。更狠的是对赌，业内都知道杨洋这级别片酬早就是天文数字，但这次我听到的风声是大头可能在后端。什么意思？播放量、会员拉新，甚至将来游戏流水，他都可能分一杯羹。这就不只是打工皇帝了，这是把自己变成了项目股东。赚了，盆满钵满；砸了，口碑扑街。他本人就是最大的那张骨牌。钱都去哪了？剧组口号震天响，特效对标《阿凡达》，UE5引擎做虚天殿，请《流浪地球2》的团队。牛，真牛！可另一边，为了控制成本，好几个有口皆碑、能镇场子的老戏骨配角，据说因为片酬被优化了。5个亿，是做出1秒惊艳的是金虫潮重要，还是请几个能把戏接住，把氛围夯实的演员重要？现在的选择是把所有宝压在特效和杨洋脸上，结果可能就是画面每一帧都能当壁纸，但故事一开口就让人出戏。他们压的不是第2季能成，是杨洋的脸和凡人这个 IP 必须成。所以你看，什么紫菱仙子选角炒上热搜，什么乱星海 F3 全网提名，都是烟雾弹。真正的核心战场从来不在选角会议室，而在杨洋的化妆间、健身房以及那份写着22个月的行程表上。他不能伤，不能病，不能有任何舆情风波。他喘口气，整个剧组都得跟着窒息。这让我想起修仙小说里最经典的桥段，一个修士把毕生修为和神魂都炼进了一件本命法宝里，法宝强，他则生；法宝碎，他则亡。现在凡人修仙传2就是杨洋的本命法宝，而杨洋何尝不是资方手里那把压上全部身家的飞剑？剑很利，但所有人都忘了，修仙界最危险的从来不是剑不够力，而是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。这场100亿豪赌，赢了是行业教科书，输了就是年度最惨烈的车祸现场。问题是，这把剑真的扛得住整个江湖的期待吗？
杨洋签下22个月卖身契，顶流绑架背后的影视豪赌是创新还是饮鸩止渴？杨洋签下3季没跑的承诺时，他所死的不是韩立，是内娱仙侠剧最昂贵的实验样本。圈里都赚疯了，那份合同的时长我没法说，但条款里最要命的一条是，未来近2年的黄金创作期，他的把自己焊在虚天殿里。导演王育仁那句只要杨洋回归，第2季立刻启动，去年听着是艺术家的执着，现在看是资本给自己套上的绞索。制片方公开表态，正在火速推进第2季筹备，全力争取原班人马。实际上，第2季除了杨洋饰演的韩立外，第1季中大部分的人物都不会出现，大量新人物登场下启用全新的演员阵容。绳子一头拴在顶流的腕子上，另一头拴着所有人的钱袋子。恕我直言，这根本不是剧集筹备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顶流绑架实验。绑的是谁？表面看是杨洋，实际上是把《凡人修仙传》这个 IP 的商业价值一次性打包压在一个人身上。他们算盘打得响，杨洋稳了，剩下角色都得换。这不叫诚意，这叫风险转嫁。用情怀绑架观众，用观众绑架演员，最后用演员绑架整个项目进度。更狠的是身份转换。业内都知道，杨洋这级别片酬早就是天文数字，但这次我听到的风声是，这操作比政策本身还犀利，直接把赛道给重化了。这不就等于把风险和收益绑一块儿了吗？绝了！这操作简直是把资本的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。这就不只是打工皇帝了，这是把自己变成了项目合伙人。赚了，盆满钵满；砸了，口碑扑街。他本人就是最大的那张骨牌。解构顶流绑架模式深度绑定的共生与风险。模式的核心操作是一场精心计算的资本对赌，时间垄断是第一层枷锁。22个月的超长独家期，意味着演员黄金创作期的绝大部分被单一项目锁定。有观众边抱怨边调侃乱星海空间跳跃，要是真能跳过去，估计是东北大花袄飞进太空站。这比喻精准地戳中了问题的本质，剧组在用顶流演员作为跳跃装置，试图从第1季的成功直接空降到第2季的市场胜利。风险转移是第2层设计，资本通过此合约将 S 加级大剧的高昂制作成本与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部分转移，并紧密绑定在主演个人号召力上。剧组玩命的砸钱，虚拟摄影棚、水下动捕这些技术活直接上手，还跑去棚里模拟海水拍虚天殿。剧组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，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较量。按这个行业以往的套路，这样的长线投资要么一举成名，要么彻底凉凉。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，是对演员最致命的双刃剑。短期来看，巨额收益与话语权提升确实诱人，演员从片酬获取者可能转变为利益分享者，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变化，更是决策层面的话语权。沈腾用票房分红把演员直接升为商业合伙人，这操作已经验证了模式的可行性。但长期职业生涯风险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机会成本最为直观。错失其他优质剧本与合作机会，对一个处于创作黄金期的演员而言，可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。形象固化风险同样不容小觑，长期服务于单一 IP 可能导致的观众审美疲劳与角色定型，在《凡人修仙传》这样需要跨越数十年时间线的作品中尤其明显。最致命的是口碑绑架，个人口碑与单一项目的成败高度关联，容错率被压缩到近乎为零。一旦项目未达预期，作为核心绑定者的演员将首当其冲，面临市场口碑、行业信誉的巨大冲击。那个弥漫着杀机与算计的江湖阴云，
似乎已经在蠢蠢欲动了。对赌协议揭秘从打工皇帝到项目股东的惊险一跃。后端分成模式是这个资本游戏最精妙的设置，与传统片酬模式的对比，如同冷兵器和热兵器的代差。固定片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，而片酬加后端分红模式则是把演员变成了项目的共同命运体。杨洋案例的潜在财务逻辑很可能遵循着相似的路径，通过参与业绩对赌实现收益的指数级增长，但前提是项目达到预期盈利目标。文投控股曾公布 23.7 亿元重组计划，杨洋作为重要明星股东参与了业绩对赌。这已经不是新鲜事，明星参与业绩对赌，除杨洋外，范冰冰、吴奇隆、刘诗诗、杨幂、杨颖、冯绍峰、张国立、冯小刚、高希希等人都已做了尝试。对赌协议的出现为资本和明星的双赢提供了可能。豪赌永远有着双重面孔，巨额收益的诱惑确实存在。项目大获成功后，演员通过分成可能获得的收益将远超传统片酬。以唐德影视曾拟收购范冰冰的公司爱美神为例，双方达成的协议是，唐德影视以超4亿元的价格收购注册资本仅300万元的爱美神51%的股权。相似的案例还有暴风科技计划10.8亿元收购吴奇隆、刘诗诗持股的稻草熊60%股权。但口碑崩盘的悬崖同样深不可测。业绩对赌压力是第一道坎，未完成对赌所需的收视、播放量等数据指标，可能对创作本身产生潜在干扰。如果因此出现只顾业绩不顾作品质量的情况，是广大观众不愿看到的结果。成王败寇的舆论场是第二道关，一旦项目未达预期，作为核心绑定者的演员将首当其冲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曾以案说法解析影视业投资的风险。电影未如期上映，投资者能否拿回投资？胡先生在网上看到了电影投资广告，联系了客服人员，对方向他发送了电影备案链接，介绍该电影由国内顶流喜剧演员主演，预计于当年暑期档上映，并反复称投资该影片至少会获得3至5倍收益。行业影响评估是进化蓝图还是生态危机？资本视角的驱动逻辑在超级马太效应的行业背景下显得尤为清晰。风险管控需求是第一驱动力。在影视投资高风险背景下，绑定顶流被视为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的保险。2025年票房排名前 4% 的影片，总计贡献票房占全年总票房的 76%。纵向对比，这一集中度在加剧。2024年前 4% 影片票房占比为 61%， 2023年为 64%。IP 价值最大化是第二层考量，希望通过顶级演员的长期专注投入，确保 S 加级 IP 系列开发的连贯性与品质稳定性。短剧行业已经验证了这种逻辑，抢演员、盾版权、绑 CP。短剧行业资源战白热化，头部平台如何破局？对行业生态的潜在影响远比想象中复杂。若成功推广，这种模式可能成为头部项目的标配。此模式若被验证成功，是否会迅速在 S 加级项目中被复制，进而影响一线演员的普遍合作模式？那些没号召力、没谈判筹码的演员，怕是连固定片酬都谈不下来了，片方直接甩一句“要不你也来分红啊”，对方只能苦笑，分啥红？更深远的问题是，这会推动工业化还是扼杀多样性？可能的进步面在于，或有助于促成更稳定的主创团队，提升项目制作的计划性与专业性，向工业化生产迈进一步。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体系既不能全盘借鉴国外电影，也不能完全闭门造车，在学习国外先进电影经验的同时去其糟粕，
才能走出适合中国本土的特色电影工业化之路。但潜在的陷阱面同样触目惊心，资源进一步向顶流集中，加剧马太效应。与头部影片形成对照的是腰部影片的收缩。全年票房过亿元的影片仅48部，国产片30部，相较于2024年的74部国产片50部和2023年的74部国产片51部，数量大幅下滑。中小成本项目或新人演员获得机会更难，挤压创作自由与多样性成为必然。演员因长期绑定而减少角色选择，制作方因资本压力可能更倾向于保守的流量安全牌，抑制创新。今年几乎所有被寄予厚望的头部商业大片档期扎堆明显，且只有春节档、暑期档、国庆档这些少数热门档期能够成就一番热闹景象。最危险的是系统性风险积累，将行业成败过于集中于少数个体，一旦个别绑定的顶流失灵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电影在居民娱乐总预算中面临激烈的分流竞争。首先，线下体验式娱乐强势崛起。2025年，体验性、互动性、情感共鸣性更强的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高达616.55亿元，已超过电影总票房。模式背后的行业未来之问。这场争议的本质是影视行业在追求工业化、资本化道路上如何平衡商业效率、风险控制与艺术创作规律、人才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矛盾。顶流绑架模式在风险共担、利益深度捆绑方面的革新性毋庸置疑，但其对演员个体与行业生态带来的严峻挑战同样不容忽视。这让我想起修仙小说里最经典的桥段，一个修士把毕生修为和神魂都炼进了一件本命法宝里，法宝强，他则生；法宝碎，他则亡。现在《凡人修仙传2》就是杨洋的本命法宝，而杨洋何尝不是资方手里那把押上全部身家的飞剑？剑很利，但所有人都忘了，修仙界最危险的，从来不是剑不够力，而是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。这场100亿豪赌，赢了是行业教科书，输了就是年度最惨烈的车祸现场。问题是，这把剑真的扛得住整个江湖的期待吗？更重要的是，当这种模式成为常态，我们迎来的会是更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，还是一个创造力日益枯竭、风险高度集中的行业赌场？你认为这种顶流绑架模式是影视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然，还是一场饮鸩止渴的疯狂赌局？